你越不催促，越容易听见生命的节奏。我们习惯催促自己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赶快完成，赶快到达，仿佛生命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，谁跑得快，谁就比较值得，谁落后，谁就不配。于是我们拼命向前，却越跑越累，越跑越焦虑，甚至忘了自己到底要去哪里。真相是，生命不是需要你催促的旅程，它有自己的节奏，有自己的韵律。它像一首歌，有高音，有低音，有停顿，有流动。只有当你停止催促，你才有可能真正听见那首属于你的旋律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焦虑来自对未来的控制欲。当我们急着催促自己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当下，我们怀疑此刻不够，我们害怕未来不来，于是用加速来换安全感。但这种加速并没有带来真实的满足，它只让心灵更空，灵魂更累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人持续处于急躁状态，大脑会过度启动压力系统，长期释放压力荷尔蒙，让身体紧绷，让神经混乱。而当人放慢，当人不再催促，副交感神经才会被打开，直觉与感受才会回来。而这正是我们最容易听见生命节奏的时刻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回应不是依靠你催促多少，而是依靠你是否同步。当你拼命催促，你的频率是匮乏，是我现在不够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让你觉得不够的情境。但当你停止催促，回到呼吸，回到当下，你的频率是安定与信任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流动与支持。所以，如果你此刻觉得焦虑，觉得还没到达，觉得落后，请不要再催促自己，请先停下来，静静听。你会发现，生命正在用它的方式带领你，不是你想要的速度，而是你需要的速度；不是你安排的节奏，而是灵魂准备好的节奏。你越不催促，越容易听见这份节奏。你会听见自己真正的渴望，而不是外在的比较。你会听见灵魂的声音，而不是头脑的噪音。你会听见宇宙的低语，而不是恐惧的催促。请记得，河流不需要催促，它依然会抵达大海；花朵不需要催促，它依然会在春天绽放。你的生命也不需要催促，它依然会在最刚好的时刻带你去到你该去的地方。你越不催促，越容易听见生命的节奏，而那个节奏永远比你头脑安排的更智慧、更准确、更温柔。不要把推进当成前进，有时那是逃避。我们常以为，只要不停推动自己，不停做事，不停往前，就代表自己在成长，在进步，在靠近愿望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时候，你明明很努力，却总是原地打转；你明明很忙碌，却总是觉得空虚；你明明推了很多事情，却没有一件真正带你靠近灵魂的渴望。
那是因为你把推进误认成了前进，却没看见，有时候推进其实只是一种逃避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过度的行动往往是焦虑的伪装。你害怕停下来，害怕面对空白，害怕听见心里真正的声音，于是用推动来填补，用忙碌来掩饰，用外在的速度来安抚内在的不安。但这样的推进并不是前进，它只是不断远离自己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人陷入过度补偿行为时，大脑会释放短暂的奖励讯号，让你以为自己有所成就，但长期下来，这些行为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因为它们没有连结到核心价值，没有连结到真实渴望，所以才会觉得越做越空，越忙越累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做了多少，而是你是否对齐。当你只是推动，却没有对齐，你的震动是慌乱，是逃避，是我害怕停下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混乱，更多的空虚，更多的耗损。但当你选择放下推动，停下来，回到真实，你发出的震动是清晰，是诚实，是我愿意看见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新的方向，新的可能，新的开始。所以请不要再用推进来安慰自己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在前进，还是在逃避？我是在靠近愿望，还是在远离自己？当你有勇气这样问，你才会看见真相，看见哪些努力其实是徒劳，看见哪些忙碌其实是逃避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前进，不是多做一些事，而是少做一些事，甚至什么都不做，只是诚实地面对内心，只是安静地倾听灵魂，只是允许自己停下来感受。因为当你能够真实地感受，方向才会浮现，能量才会流动，愿望才会开始靠近。不要把推进当成前进，因为前进是一种对齐，推进却往往是逃避。当你敢于放下推动，你才会真的往前，走向灵魂想要带你去的地方。请记得，河流不是靠推动前行，而是靠顺流。花朵不是靠推动绽放，而是靠时机。你的生命也不是靠推进完成，而是靠对齐，靠真实，靠勇气。不要把推进当成前进，有时那是逃避。而当你停止逃避，你才会发现自己早就有力量，一步一步踏上真正的道路。显化不是追求急速，而是听见内在的时间感。我们太习惯把快当成一种美德，快代表聪明，快代表能力，快代表赢在起跑点。于是我们在显化的路上，也忍不住想要急速，想要立刻看见结果，想要马上拥有渴望，仿佛如果慢一点，就代表自己不够好，就代表愿望永远不会实现。但真相是，显化从来不是追求急速，而是听见内在的时间感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内在时钟，
有人需要快速尝试，有人需要慢慢沉淀，有人要经过多次试探才找到答案，有人只要安静一下就能接收讯息。这些差异并不是谁优谁劣，而是灵魂的节奏不同。当你忽略自己的时间感，硬要用外在的速度去衡量自己，你只会陷入焦虑，陷入比较，甚至错过最适合你的机会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大脑在形成新的习惯或重组旧的信念时，需要时间的间隔。如果太快，反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稳固。就像肌肉需要休息才能长大，灵魂也需要空白去整合。所以，慢不是落后，而是让新的频率真正扎根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急躁，而是你的震动。当你急着要结果，你的震动是匮乏，是我现在没有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等待，更多的缺乏。但当你愿意听见内在的时间感，允许自己走在刚刚好的步伐，你的震动是信任，是我已经在路上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流动，就是支持，就是在最刚好的时刻把礼物放在你手里。所以显化不是一场赛跑，它更像是一场舞蹈。你需要跟随音乐的节拍，需要感受灵魂的旋律，需要知道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停下，何时该等待，何时该放下。而这些节奏都来自于你内在的时间感。当你开始练习倾听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时机还没到；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灵魂正在准备；不是因为宇宙沉默，而是因为答案正在孕育。请记得，四季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冬天不是失败，只是大地在沉睡；春天不是突然，只是种子在酝酿后的绽放。你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显化不是急速，而是循环，而是等待，而是信任。当你愿意放下快的执着，你会发现焦虑开始松开，能量开始流动，直觉开始回来，而这些才是显化真正的力量。显化不是追求急速，而是听见内在的时间感，因为唯有在刚刚好的时刻，你才能用最完整的自己去承接那份礼物。不必努力发光，你本来就有亮度。我们常常以为要被看见就必须努力发光，要被爱就必须成为某种样子，要有价值就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好。于是你不断逼迫自己，不断比较，不断追赶，仿佛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存在。但真相是，你本来就有亮度，你不需要拼命发光，因为光并不是你努力制造的，它来自你的存在，来自你本身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自我价值感往往被外在的标准捆绑。我们以为必须达到某个成就，拥有某种外貌，获得某种肯定，才算值得。但这样的价值不但脆弱，也不真实，因为一旦外在消失，
自我就会立刻崩塌。真正稳固的价值来自于内在，来自于承认我存在，所以我值得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人活在过度的自我批判里，大脑会长期处于压力状态，让人感到疲惫与无力。但当人能够接纳自己的存在，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，大脑会释放正向化学物质，带来平静与喜悦。这种状态反而让人更容易展现天赋，也更容易吸引支持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假装的光，而是你真实的震动。当你努力发光，却心里充满不安，宇宙回应的就是不安，就是更多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情境。但当你放下努力，只是单纯的存在，带着真实，带着安定，宇宙回应的就是爱，就是支持，就是你已经足够的证据。所以，请不要再逼迫自己成为某种样子。你不需要像谁，不需要赢过谁，不需要用力闪耀，你只需要做自己。你的笑容，你的眼神，你的故事，你的灵魂，早就已经有光。请记得，星星不需要努力才闪烁，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光。花朵不需要努力才美丽，它们的绽放本身就是美。你也是如此，你不必努力发光，你本来就有亮度。当你愿意承认这一点，你会发现焦虑慢慢消退。你不再需要不停比较，你不再需要拼命证明，你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迎合谁。你只是活着，只是做自己，却自然被爱，自然被看见，自然被支持。你的光从来不在外面，它一直在你心里，只等你放下掩盖，只等你允许自己闪耀。不必努力发光，你本来就有亮度。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世界开始回应你的光，宇宙开始为你敞开道路，而你终于能够安心地成为自己。世界不是等你准备好，而是等你停止怀疑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自己还不够准备好，还要再学习一点，还要再积累一点，还要再证明一点，才能拥有自己渴望的生活，才能迎接爱情，才能承接丰盛，才能走向灵魂的道路。于是你不停拖延，不停怀疑，不停告诉自己还不行，还太早，还不够。你等待着那个完美的时刻，等待着自己毫无缺陷，等待着世界完全安定。但你却忘了，完美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，因为世界不是等你准备好，而是等你停止怀疑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自我怀疑是一种保护机制，它试图避免失败，避免受伤，避免失望，但同时，它也让人无法行动，让人困在等待里，让人错过了本来可以拥有的机会。因为真正阻挡我们的，不是能力，而是怀疑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人长期陷入自我怀疑，大脑的压力系统会持续活化，
影响决策，降低专注，甚至让人看不见现实中的可能性。而当人选择行动，即使还没有100%准备好，大脑会因为实际经验而重组神经连结，这些新的连结才会带来真正的成长与力量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是否完美，而是你是否相信自己。当你怀疑，你发出的震动是“我不行”，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障碍，更多的延迟。但当你停止怀疑，哪怕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，你的震动是“我愿意”，宇宙回应的就是支持，就是流动，就是为你打开的道路。所以，请不要再等待准备好，你永远不会在准备里找到安全感，你只会在行动里找到力量。当你停止怀疑，你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灵魂从来不需要完美，它只需要真实。请记得，小鸟不是因为学会飞才敢展翅，而是因为先展翅才学会飞。种子不是因为知道一切才破土，而是因为先破土才看见阳光。你的人生也是如此，不是因为准备好才开始，而是因为开始了，你才会真正准备好。世界不是等你准备好，而是等你停止怀疑。当你愿意跨出第一步，你会发现世界立刻回应你。你会遇见支持，遇见巧合，遇见机会，因为宇宙一直都在等你，等你相信自己，等你走出怀疑。所以，请对自己说，我不需要再等，我不需要完美，我已经足够，我现在就能开始。当你这样宣告，你会感受到一股新的力量，那股力量就是宇宙早已准备好的回应。安静的时刻不是空白，而是宇宙的对话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，手机的通知，工作的压力，人际的需求，外在的比较，这些声音一刻不停地占据着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只有持续地做，持续地说，持续地想，生命才有意义。而一旦安静下来，就觉得空白，觉得浪费，觉得焦虑。但真相是，安静的时刻从来不是空白，它是宇宙的对话框，它是你和灵魂能够真正连结的桥梁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安静能让人回到内在的感受。在缺乏外在刺激的时候，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转向自己，开始察觉情绪，开始看见渴望，开始理解那些被压抑的部分。这并不是空白，而是内在对话的展开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大脑处于安静状态，默默运作网络会启动。这个系统负责整理记忆，整合经验，并将零散的资讯连成新的洞见。很多灵感，很多答案，很多创造，其实都诞生于安静之中。所以安静不是空无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活动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最清晰的回应，往往不是在嘈杂里听见，而是在安静里浮现。当你忙碌，当你焦躁，当你急着寻找，你的震动是混乱，
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混乱。但当你安静，你发出的震动是开放，是信任，是我准备好接收，宇宙就能把讯息送进来。所以，当你经历安静，请不要害怕，不要把它误认为空白。它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宇宙在对你说话。它可能透过一个直觉的闪现，一个突然的灵感，一个微小却真实的感受，提醒你下一步要往哪里走，提醒你什么才是你真正渴望的。安静是一种邀请，邀请你暂时放下头脑的控制，邀请你停止外在的喧嚣，邀请你回到灵魂的深处，去听见宇宙的低语。请记得，夜空的寂静不是空白，而是星辰的回应；海洋的静止不是空白，而是能量的酝酿。你生命里的安静也不是空白，而是宇宙在和你对话。安静的时刻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你最接近真实的时刻，最接近灵魂的时刻，最接近宇宙的时刻。当你愿意拥抱安静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不孤单，你会感觉到宇宙一直都在，它从未缺席，它只是等待你停下来，等待你安静下来，好让它把讯息传递给你。安静的时刻不是空白，而是宇宙的对话框，而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打开它，并且倾听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